最新经济数据让人不寒而栗，中国经济似乎正步入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。面对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，中国高层能否带领国家走出困境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经济寒冬有多么严酷。8月16日，国务院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，面对疲软的经济数据，高层匆忙抛出了一系列救市良方。会议强调要下大力气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，更是把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放在了首位。然而，这些措辞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？事实上，类似的表述我们已经听了太多遍。从6稳6保到3驾马车，再到如今的新质生产力，中国高层似乎总是在不停地换汤不换药。会议还承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做好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。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，这些承诺能否兑现，恐怕连决策者自己心里也没有底。对于这些政策主张，多位经济学家都表示了担忧。一位经济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如果不能与改善对外关系相结合，单纯的经济措施很难扭转经济的困局。这位经济学者认为，中国当局早在10多年前就想转向以内需拉动经济的模式，但一直不成功。如今再提扩大内需，恐怕也难以扭转乾坤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一位财经评论人士直言不讳地表示，中国经济今年会出现衰退，别说涨5%，它应该是要跌的。这位评论人士分析称，中国经济已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，这种衰退不是1年半载就能解决的问题，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。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这组数据仿佛一记重锤，将中国经济打入了至暗时刻。工业生产增速持续下滑，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 5.1%， 比上月回落 0.2个百分点。这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下滑，远远低于今年4月创下的 6.7% 高点。固定资产投资更是雪上加霜，1至7月份同比增长仅 3.6%， 比1至6月份回落 0.3个百分点。这一数字不仅低于今年上半年 3.9% 的增幅，更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低。最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行业，这个曾经的经济支柱，如今已成为拖累整体经济的沉重包袱。1至7月份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暴跌 10.2%，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更是同比骤降 18.6%， 销售额更是大幅下挫近1/4。就业形势同样不容乐观，7月份城镇失业率攀升至 5.2%， 高于6月份的 5.0%。这意味着更多人失去了工作，生活陷入困境。在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，中国银行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今年以来，已有超过50家中小银行宣告解散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中小银行。与此同时，近1500家银行网点悄然关停，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趋势似乎还在加速。2022年，中国商业银行网点关停数量为2383家，而到了2023年，这一数字猛增至2756家。如此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潮，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一位美国知名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警告说，这么多银行同时关门是蛮严重的事情。原因显然是整个中国经济在严重的衰退，甚至实体企业的融资活动、金融活动都在减低，导致银行的盈利减少，出现呆账坏账、资金流不正常，或者是资金短缺、大幅亏损。这位教授进一步预测，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中小银行倒闭关停。他说，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原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，3驾马车也好，
或者现在所谓新质生产力、促进经济动力，都看来很难有效的刺激经济。所以，中国经济衰退的问题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，可能更多的银行面临同样的倒闭风险。一位台湾经济学者则指出，银行倒闭潮背后通常意味着金融海啸即将来临。他说，如果这个国家的银行运转不起来，也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有非常大的问题，包括银行业的不景气、房地产的不景气、企业贷款低迷、民间消费低迷。这位学者还批评道，很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金融风暴，像欧美或台湾都是采取让它倒然后整病，这样快速的疗伤止血。但是中国大陆的策略是以拖代变，所以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中国的银行会倒闭。曾几何时，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，外资蜂拥而至。然而，如今的情况却令人唏嘘不已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第二季度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，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二次出现负值，且外流金额高于去年第三季的121亿美元。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新增投资的减少，更可怕的是，它表明大量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市场。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，2023年很可能成为自1990年有记录以来，中国首次出现外商直接投资年度净流出的历史性一年。具体到企业层面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英国广告巨头 WPP 在中国的遭遇可谓是典型案例。据报道， WPP 过去3个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暴跌近1/4。这一数字令人震惊。要知道，广告业向来被视为经济晴雨表， WPP 的业绩大幅下滑，无疑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寒冬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漫长。就连曾经在中国市场叱咤风云的豪华车企也难逃厄运。德国保时捷公司披露，今年上半年其在中国的销量同比骤减近1/3。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，保时捷曾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，如今却陷入如此困境，不得不让人扪心自问，中国消费者的钱包到底还剩多少购买力？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不仅影响本国，更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。8月12日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罕见地下调了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，降幅为每日13万5千桶。这是 OPEC 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下调预测，而造成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，正是对于中国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降低。要知道，中国一直是全球第2大石油消费国，其需求一向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向标。OPEC 此举无疑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危险信号，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可能比预期的更加漫长和艰难。这一预测调整不仅影响了国际油价，更是对全球经济复苏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毕竟，如果连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都开始减少能源消耗，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否已经开始熄火？如果说上述种种迹象还不足以让人们意识到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，那么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无疑会给所有人当头一棒。首先是存款数据，前7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0.66 万亿元，外币存款增加369亿美元。乍一看，这似乎是个好消息，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：民众和企业只存不花，导致经济循环陷入停滞。更为惊人的是 M1 数据。M1 是反映经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，然而它却连续4个月呈现负增长，而且下降幅度还在不断扩大。具体来看，4月下降 1.4%， 5月下降 4.2%， 6月下降 5%， 到了7月更是暴跌至 6.6%。 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史上简直闻所未闻。
与此同时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也出现了大幅下滑。前7个月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减少比例超过2位数，其中实体经济贷款、委托贷款、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、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全部减少，只有信托贷款、企业债券净融资、政府债券净融资在增长。换句话说，只有政府还在不顾一切的融资，而实体经济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信贷紧缩。更令人忧心的是税收数据，尽管官方仍然宣称 GDP 增长保持在 5% 左右，但上半年的税收却同比下降了 5.6%。这一数字无疑更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非税收入却增长了 11.7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是否说明地方政府为了填补财政窟窿，不得不通过各种罚没等手段来增加收入？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，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难以为继。据悉，个别经济大省已经出现借钱发工资，甚至干脆发不出工资的窘境。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正在滑向更深的泥潭。